一部1989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播出超过800集的黄色卡通，居然一次又一次，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精确到细节地，说中了未来，它到底是凭什么？是巧合？是运气？是超前的想象力？还是说，这部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搞笑卡通，真的握有某种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就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个国家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上时，社群媒体上突然疯传一张截图，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辛普森家庭早在1997年就已经预言了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甚至连最后的冠军是谁都算得清清楚楚。那张截图里有河马，有葡萄牙和墨西哥的国旗，还煞有其事地附上了博彩公司的赌盘赔率，仿佛这场比赛的结局早在将近30年前就已经被人写好，只等着我们照着剧本乖乖地演下去。这张图短短几天之内就被转发了千万次，但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相是，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误读，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那个画面确实来自1997年的一集卡通，里面也确实出现了一段电视广告，宣传一场墨西哥对上葡萄牙的足球赛。广告词还很浮夸地问，究竟哪一个国家才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问题是，那一集卡通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提过世界杯这3个字，没有提过2026年，画面里的那场球赛更是无聊到让人昏昏欲睡。看台上的观众看到一半，直接气得暴动，把整座球场砸成了一片混乱。那场比赛根本就没有分出胜负，更没有什么冠军不冠军。至于那位被谣传成主角的足球巨星，在这集卡通播出的那一年，他才不过12岁，都还只是个孩子，根本连影子都还没有。事实查核机构早就发现，这个所谓的世界杯预言根本就是个每逢大型赛事就会被人翻出来重新炒作一次的老梗。2018年炒过一次，2022年又炒过一次，这一次不过是因为墨西哥刚好是主办国之一，于是又被人拿出来翻炒了一轮罢了。你看，这就是辛普森家庭最迷人却也最危险的地方。他的预言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生生凑出来的都市传说，是我们自己的大脑替他一手编造出来的故事。可是真正可怕的是，在这些假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预言背后，却还藏着另外一批货真价实，准到让人头皮发麻，甚至连写剧本的编剧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神准命中。今天我们就要用这支影片把真的和假的彻底的分开。我们要倒数10个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辛普森预言，从第10名一路数到第1名。而排在第1名的那一个，我把话撂在这里，它将会彻底的颠覆你对于时间、对于现实，甚至是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认知。在正式开始倒数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毕竟聊辛普森的预言，你不可能不提到川普。早在2000年，一集叫做《巴特的未来》的卡通里，就演出了小女儿丽莎长大之后当上美国总统的情节。她在内阁会议上抱怨，说自己这个总统当得真是倒霉，因为他是从川普总统的手上接下了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预算烂摊子。在当时，这纯粹就是一个政治讽刺的玩笑，因为川普确实在2000年前后动过要出来参选的念头。可是谁能想到，16年之后的2016年，川普竟然真的入主了白宫，而到了2024年，他更是2度当选，强势回归。这一集如今被全世界的人称为所有预言之母。更耐人寻味的是，据说在川普当选的那一天，辛普森的制作团队还特地放出了一张图，画面里巴特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说中未来的滋味真是糟透了。而这还没完，后来的卡通里甚至还出现过一位美国总统被逮捕的桥段，结果多年之后，川普真的成了美国历史上头一位被起诉的前总统。这么多经典的命中，我们今天就先当作暖身，因为接下来要倒数的这10个，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让人发毛。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一场倒数之前，我要先请你
记住一件最重要的事，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每一个预言，我都会诚实的告诉你，它究竟是货真价实的神准，还是被有心人动过手脚的赝品。因为这一支影片真正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吓唬你，而是要带着你一起用最清醒也最冷静的头脑去分辨，在这一片真真假假的迷雾背后，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敬畏的东西。好了，废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正式踏上这一趟横跨了30多年的惊人预言之旅吧。那么我们的道术就从辛普森家庭最古老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项超能力开始，那就是预测体育赛事的结果。第10名，运动赛场上的神算子，时间要回到1992年，那时候的辛普森才刚刚开播没几年。有一集的剧情是这样的，小女儿丽莎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精准地预测美式足球比赛的胜负，而她那个好吃懒做的老爸河马当然是乐得不行，马上就靠着女儿的预言去下注赚钱。丽莎在剧中预言，如果华盛顿队能够击败水牛城队，就代表着某一件事情一定会成真。结果呢，就在这一集卡通播出之后，仅仅3天，当年的超级杯决赛，华盛顿队真的以37-24的比分狠狠地击败了水牛城队。这还不算完，接下来的整整2年，制作团队干脆把这一集重新配音，把队伍换成了当年打进决赛的达拉斯牛仔队。结果你猜怎么着？牛仔队也真的连续2年都拿下了冠军。连续3年，一部搞笑卡通把象征着美国体育最高荣耀的超级杯冠军猜得一个都不差。而这里面其实还藏着一个小小的黑色幽默。在那一集里，丽莎之所以能够算得那么准，靠的根本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无意间看穿了老爸河马那一套下注的门道。他原本只是想要好好陪陪父亲，到最后却意外地让河马一头栽进了赌博的深渊，差一点连整个家都输掉。你看，就连在自己的预言里，辛普森都不忘记狠狠地嘲讽一把人性的贪婪。如果你觉得这只不过是运气好，那我们再来看几个。2010年有一集卡通演出了美国男子冰壶队拿下奥运金牌的画面，结果8年之后的2018年平昌冬奥，美国队竟然真的史上头一次拿下了男子冰壶的金牌。2014年又有一集卡通演出了一位国际足球总会的高层因为贪腐而被逮捕的剧情，结果就在隔年的2015年，现实世界里的国际足总就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贪腐大丑闻，好几名高层直接在瑞士的一间豪华饭店里被联邦调查局给带走了。甚至在2016年美国大学篮球冠军赛的前一天，辛普森那个著名的黑板桥段上还写着一行字，说如果维拉诺瓦不赢，那我们就全都完蛋了。结果就在隔天，维拉诺瓦大学真的一举拿下了那一年的总冠军。你说说看，这到底是巧合，还是说这部卡通真的能够提前看见比赛的结局？第9名，出错的投票机器，还有那一只好奇的猴子。这一个预言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背景之下，辛普森有一集演出了河马跑去投票的桥段。他明明想要把票投给候选人奥巴马，结果那台冷冰冰的电子投票机竟然自作主张把他的票一次又一次地继承了投给对手。在当时，这看起来就只是一个讽刺选举舞弊的无聊笑话罢了。可是诡异的是，到了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时候，美国宾州真的就流出了一段影片，一台投票机不断地把选民投给奥巴马的票硬生生地跳成了投给他的共和党对手。那一台出问题的机器后来被紧急停用。一部卡通把投票机器的故障活生生地演了出来。4年之后，现实世界就照着他演的一模一样的又演了一遍。这种投票机器出错的桥段看似荒诞，却精准地戳中了现代民主最深的一根神经，那就是当我们把手中神圣的一票交给一台冰冷的机器时，我们又凭什么去完全相信它呢？而还有一个更加冷门
却也更加让人发凉的，在一集把时间设定在较早年代的卡通里，妈妈为了哄不开心的巴特，念了一本童书给他听，而那一本童书的名字竟然叫做《好奇猴乔治与伊波拉病毒》。伊波拉这一种可怕的病毒，当然是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谁又能想得到，就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伊波拉会爆发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席卷了整个西非，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一本卡通里随口就编出来的童书书名，就这样成了现实世界一场浩劫的预告片。更别提早在一部1993年的卡通里，两位模仿知名魔术师的角色就被自己表演用的老虎给咬伤了，而多年之后，那位真正的魔术师也真的在舞台上被自己的白老虎给咬成重伤。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巧合，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而说到这种令人发毛的政治巧合，还有一个更加经典的，早在1996年的一集卡通里，就出现了一群愤怒的暴民，扛着武器一路冲上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的画面。当时谁都只把它当成一个夸张的桥段，可是到了2021年1月，真实世界里，一群暴徒竟然真的冲进了美国的国会山庄。那个混乱的场面和25年前的那一集卡通重叠得让人浑身发冷。第8名，那一句吃掉玛莎的自动选字，这个预言是每一个使用智慧型手机的现代人都笑不出来的日常。1994年，在一集校园的剧情里，一个小恶霸想要叫另一个恶霸帮他记下一件事，内容是要去把某一个同学狠狠地揍一顿。他用的是苹果公司在早期推出的一款叫做牛顿的掌上型装置，结果这一台机器竟然硬生生地把揍马丁这一句话给辨识成了吃掉玛莎。在当时，这就只是一个嘲笑手写辨识烂到不行的笑话罢了。牛顿这一款1993年推出的装置，也确实以他那糟糕透顶的手写辨识能力而恶名昭彰。可是问题来了，10几年之后，当全世界变成了几乎人手一只智慧型手机的时候，那个让我们每天都又爱又恨的自动选字功能，不就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手机上上演着吃掉玛莎的荒谬闹剧吗？你明明想要打一句正经八百的话，它偏偏要帮你改成一句不知所云的东西，甚至改成一句能让你当场尴尬到想钻进地缝里的内容。这一集后来甚至被辛普森的铁杆粉丝们拿来当作经典中的经典彩蛋，因为它实在是太精准地预言了一整个世代的人那种被自动选字支配的手机日常。多年以后，吃掉玛莎这一句话已经正式变成了英语世界里一句专门用来调侃自动选字出包的流行语。一台卡通里的装置就这样定义了未来几十亿人的一种集体烦恼。仔细想想，这一件事其实比表面上还要更加耐人寻味，因为他说中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件，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人类与机器之间那种又依赖又彼此折磨的全新关系。第7名，手表上的视讯电话。1995年有一集卡通的剧情非常的特别，小女儿丽莎在一个园游会的算命帐篷里被算命师带到了15年之后的未来，也就是2010年。而在那一个被卡通想象出来的未来世界里，人们对着自己手腕上的手表说话，用手表来彼此通讯，甚至还能用手表进行面对面的视讯通话。你要知道，1995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连一只行动电话都还没有，家家户户用的都还是那种要慢慢拨号的室内电话。可是这一部卡通却已经把我们今天戴在手腕上的智慧手表给活生生地画了出来。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会说话的手表在更早的科幻作品里就出现过了，这并不算是什么真正的预言。这一句话也确实没有错。可是辛普森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只是画出了那个装置，他连我们使用的场景，那种对着手腕自然而然的讲话、接听视讯的姿态，都描绘得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真正能够语音辨识的智慧手表，一直要等到2014年前后
才正式问世。而更惊人的是，同样是预言科技，辛普森在后来的卡通里还画出了人们戴着一种笨重的头盔，沉浸在虚拟影像里的画面。而这不就是我们今天那些昂贵的扩增实境头盔吗？一部1995年的卡通，硬是提前了将近20年，把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笔一画地画给了我们自己看。事实上，那一整集卡通简直就是一座预言的宝库。除了手表视讯之外，里面还画出了会自动翻译的装置，还有各式各样在当年看来简直是天马行空的未来科技。也难怪有人会半开玩笑地说，辛普森的编剧室里恐怕真的坐着几个从未来偷偷穿越回来的人。第6名，在体育场上空飞翔的女神卡卡。这一个预言是所有预言里面画面吻合度最高、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一个。2012年，辛普森有一集演出了流行天后女神卡卡来到春田镇表演的桥段。在那个画面里，她整个人被高高的吊在钢索上，凌空飞越了整个体育场的观众席，身上穿着夸张又华丽的服装，脚上踩着高的离谱的靴子，简直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女神。然后5年之后的2017年，全美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体育盛事超级杯的中场表演秀，真正的女神卡卡登场了。而她是怎么出场的呢？她就从体育场的最顶端一跃而下，被钢索高高的吊着，凌空飞越了整个看台。那一个画面，那一个姿态，那一身装扮，跟5年前卡通里演过的那一幕简直是一模一样，就好像有人拿着那5年前的动画分镜表一格一格的照着把它给排演了出来。这已经不是猜中一个结果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这是连视觉画面都被精准的命中。你说这种程度的吻合还能够用巧合这2个字就轻轻的打发过去吗？你要知道，猜中一个总统或是猜中一场球赛的胜负，或许还勉强能够用几率来解释，可是连一个表演者出场时被钢索吊着飞翔的那个精确姿态都能够提前5年就一格一格的画出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运气所能解释的范围。这种画面等级的精准命中才是最让那些铁杆阴谋论者深信不疑的铁证。第5名，迪士尼吃下福斯的世纪大并购。这一个预言的时间跨度长达整整21年，长到连当初写下它的人恐怕自己都早就忘记了。1998年，辛普森有一集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画面，一块招牌上写着20世纪福斯这几个大字，而就在它的正下方还多加了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写着隶属于华特迪士尼公司。在1998年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荒谬到不行的玩笑，因为当时的20世纪福斯正是辛普森家庭自己所属的那个电视网，是好莱坞当年呼风唤雨的6大电影公司之一，它怎么可能会被迪士尼给收购呢？这就好像是在开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成真的天大玩笑。然而21年之后的2019年，迪士尼真的完成了对21世纪福斯的世纪大并购，一口气把异形、把终极战士、把小鬼当家，甚至连辛普森家庭他自己本身全都给收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那一块20年前就被画出来的招牌，竟然变成了白纸黑字的现实。当然，比较清醒的人会说，这一个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辛普森的编剧早就已经看穿了整个娱乐产业的走向，看穿了那些巨型公司永远都在不断的并吞小公司，直到最终垄断整个市场的必然趋势。可是即便如此，能够精准到连这一场并购案的双方究竟是谁都给说中了，这也实在是太过惊人了。这已经不只是讽刺，这简直就是一份提前20年开出的预言诊断书。而这并不是辛普森唯一一次说中大企业的命运。早在2007年，另外一集卡通里就出现了一家知名的连锁百货早已人去楼空的荒凉景象。结果多年之后的2020年，那一家真实存在的百货龙头竟然真的在一片萧条中宣告了破产。辛普森仿佛真的有一种本事，
总能够提前嗅到那些庞然大物即将倾倒的味道。第4名，那个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从这一个预言开始，辛普森的味道就开始从有趣，慢慢的转向了令人不安。在2007年上映的辛普森家庭电影里，一家人因为闯了一场天大的祸，被迫展开了一场逃亡。而政府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画面来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监听中心，里面坐着密密麻麻的政府员工，他们每一个人都戴着耳机，日以继夜地窃听着全国每一个老百姓的私人电话和对话。当其中一个员工兴奋地大喊“我找到辛普森一家了”的时候，整个房间都爆出了如雷的欢呼。在2007年，这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对于老大哥是集权统治的夸张讽刺罢了。政府监控人民这一个点子本身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可是谁又能想到，仅仅6年之后的2013年，一个名叫史诺登的人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大规模地监听本国公民的电话以及网络使用记录的惊天秘密。就在那一刻，全世界的人才惊觉，辛普森电影里那一个看似无比荒谬的监听中心竟然是真的。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如果你仔细地去看那一部电影，甚至还有眼尖的粉丝发现，在某一个一闪而过的画面里，那些密密麻麻的线路上还清清楚楚地标示着好几个情报单位的缩写。一部卡通把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最深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提前好几年就摊在了阳光底下。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辛普森那些关于政府的预言往往是所有预言里面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批。很多人在看完这一段之后都会涌起一阵莫名的寒意，因为前面那些关于科技、关于娱乐的预言顶多让人觉得神奇，可是一旦这部卡通开始准确地说中一个国家机器是如何监控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仿佛在提醒我们，有些黑暗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选择了视而不见。第3名，写在黑板上的上帝粒子。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些预言都还勉强能够用编剧看穿了社会趋势来加以解释，那么这一个就彻底的超出了常理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因为他所预言的不是政治，不是娱乐，也不是什么科技产品，而是一条连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都还没有能够计算出来的物理公式。1998年，有一集卡通的剧情是，好吃懒做的河马突然之间突发奇想，说自己要当一个发明家。在那个画面里，他站在一块大黑板的前面，而那一块黑板上写满了一长串复杂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方程式。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多看那块黑板一眼，大家都以为那只不过是制作团队随便写上去凑数的鬼画符罢了。然而，多年以后，有一位专门研究辛普森里头数学秘密的专家公开指出，河马黑板上写的那一长串方程式竟然惊人的接近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那么希格斯玻骰子又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被称为上帝粒子的东西，一种能够解释这个宇宙万物为什么会拥有质量的最关键的基本粒子。而我们人类一直要等到2012年才透过欧洲那一台庞大无比的粒子对撞机真正的证实了它的存在。你发现这一件事到底有多恐怖了吗？1998年，一部搞笑卡通的背景黑板上就已经率先写下了一个需要等待14年之后，全人类动用最尖端的科学仪器才有办法去验证的宇宙的终极答案之一。当然，写下这一个桥段的编剧本身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高手，他很有可能只是随手把一堆基本的物理常数凑在了一起，然后恰好凑出了一个非常接近正确答案的数字而已。可是无论如何，一部卡通提前14年就预告了上帝粒子的质量，这一件事情的本身就已经比任何一部科幻小说都还要更加的科幻了。你可能会觉得一条物理公式
听起来实在很枯燥，但它的分量其实重得吓人。上帝粒子之所以会被叫做上帝粒子，是因为如果没有它，这个宇宙里的所有物质，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天上每一颗星辰，都将无法拥有质量，一切都会像光一样四散飞去，根本无法凝聚成型。换句话说，辛普森的编剧在1998年的一块搞笑黑板上，竟然无意间触碰到了构成我们整个宇宙的那个最底层的秘密。第二名，来自远方的瘟疫与那一群杀人的大黄蜂。这一个预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亲身的经历过，而那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直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时间回到1993年，有一集叫做《锁链里的妈妈》的卡通，它的剧情是这样的：一种可怕的瘟疫从日本一路传播到了辛普森一家人所居住的春田镇。这种疾病被称为大阪流感，而它爆发的起因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在咳嗽的时候不小心把病菌沾到了那些即将要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包裹上，疫情就这样蔓延了开来，而春田镇的居民全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他们愤怒地聚集在一起，激动地向官方索讨着解药，而更加惊人的剧情还在后面。当那一群愤怒的群众推倒了一辆卡车的时候，车上一个标示着危险杀人蜂的箱子被打翻，打开了。于是成千上万的杀人蜂倾巢而出，把整个场面搞得鸡飞狗跳，人人四处逃窜。现在让我们把时间重新拉回到2020年，一场从亚洲爆发，然后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彻底的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一种被媒体称为杀人大黄蜂的亚洲大型胡蜂，竟然真的在美国现出了踪迹，引发了整个社会新一轮的恐慌。一场源自于远方的瘟疫，再加上一群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杀人大黄蜂，这不就是那一集早在1993年就已经演过的卡通剧情吗？27年，足足隔了27年，一部卡通竟然把2020年的这两大噩梦提前预演了一遍。就连当年写下这一集剧本的编剧本人，在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惊呼声时，到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在社群媒体上举手投降，承认说，好吧，我想我们大概真的说中了。其实那一集里还有一些细节更是精准的可怕。当春田镇的居民聚集起来向医生索讨解药的时候，那位医生只能无奈地告诉他们，这种病唯一的解药就是好好的卧床休息，其他任何东西都只不过是安慰剂罢了。这句话是不是让经历过那几年的我们都感到了一阵熟悉的心酸？而当年写下这一集的编剧后来也亲自解释过，他们的灵感其实是来自1960年代一场真实爆发过的流感。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预言，只是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人类在面对瘟疫时的那一份恐慌，几十年来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支影片的第一名。深呼吸，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个是连辛普森的编剧们他们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一个终极谜团，它就是911。1997年，辛普森家庭播出了新一季的第一集。那一集的剧情是一家人跑到纽约去寻找他们遗失的汽车，而整段故事都围绕着当时纽约市最醒目的地标，也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星大楼来展开。在其中的一个画面里出现了一本宣传手册，上面用超大的字写着前往纽约，一天只要$9。而就在那一个大大的数字9的旁边，紧紧挨着的正是双子星大楼那两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的剪影。现在请你把那一个数字9和它后面那两栋像极了数字11的大楼放在一起，
仔细的看，你会看到什么？9，还有11。9、1、1。4年之后，2001年9月11号，在真实的世界里，2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直直地撞向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星大楼，将近3000条鲜活的生命就在那一天永远地消逝了。而那2栋曾经象征着繁荣的双塔，也在滚滚的浓烟之中轰然倒塌。而那一集卡通因为实在是太大量地以双子星大楼作为故事的背景，在事件发生之后，一度被电视台从重播的名单里给撤了下来。这一集也因此成了辛普森历史上最沉重也最不愿被人提起的一集。曾经它只是一集充满了纽约风情的搞笑作品，甚至还得过奖。可是在那一场悲剧之后，那一本手册，那2栋大楼却成了一道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的时代的伤痕。而正是这种连创作者本人都完全无法解释的彻底的偶然，才让911这个预言这么多年来始终盘旋在人们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这件事到底有多么的诡异，就连执掌辛普森家庭长达多年的灵魂人物，那一位总监制，在事隔多年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亲口地承认了。他说，那个画面里一本手册写着前往纽约一天只要$9，而那个数字9的后面就是那2栋双塔，合起来一看就活生生的像是911。他说，这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无法解释的诡异到极点的巧合，就连他自己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一件事。而这也正是这件事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连最了解这部卡通的人都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那么我们这些局外人又还能说些什么呢？说到这里，我知道你的心里面此刻一定升起了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这么多的预言，这么精准的命中，一部区区的卡通怎么可能光靠运气就能做到？它是不是真的在悄悄地操控着我们的未来？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预示编程的黑暗力量，正在透过流行文化一点一点地把未来的剧本悄无声息地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好，现在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彻底的也诚实的摊开来看一看，辛普森家庭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关于这个谜团，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3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而这3种解释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带向那个最终也最令人不安的答案。第一种解释是编剧们自己给出的，听起来最无趣却也最诚实的一个答案。他们说，这一切其实不过就是在丢飞镖罢了。那位执掌大局的总监制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写了700多集的剧本，却连一件事都没能说中，那你这个编剧也未免当得太失败了。你朝着一个靶子丢出足够多的飞镖，那么总会有那么几只恰好正中红心。另外一位资深的制作人也说得非常直白，他说辛普森真正称得上是预言的案例其实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都只是巧合而已，因为这些剧集实在太老了，而历史本来就会不断地重演它自己。你仔细想想看，超过35年的时间，超过800集的内容，每一集里面都塞满了成百上千个笑话、桥段，还有一闪而过的背景细节。这是一个庞大到就像天文数字一样的内容资料库，在这么海量的内容里，总会有那么几十个片段，恰好能够和后来真实发生的事件对上号。而真正的关键其实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这一群观众永远只会记得那几十个被说中的，却自动地忽略掉了背后那成千上万个根本就没说中的。你想想看，辛普森这么多年来画过多少次世界大战爆发，画过多少次外星人降临地球，又画过多少次春田镇被夷为平地，被陨石砸中。这些画面可是一次都没有真的发生过，可是我们不会记得这些落空的预言，
我们只会像寻宝一样，紧紧地抓住那少数几个命中的，然后惊呼连连，四处转发。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幸存者偏误。而那位总监制把话讲得就更透彻了，他说这根本就是一种精挑细选，毕竟人家可是有着整整35年的素材，任凭你去挑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辛普森拥有了预知的能力，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些渴望奇迹的观众亲手把他给捧上了神坛。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字游戏，你想象一下，如果一部作品每一集都埋下上百个天马行空的点子，那么几十年累积下来就是好几百万个。在这好几百万个点子里，就算只有1%凑巧命中，那也已经是好几万个，足以让你惊呼一整辈子了。我们永远都在为那命中的1%鼓掌喝彩，却从来没有人会替那落空的99%默哀。第二种解释关乎的是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而这一点比第一种还要更加的深刻。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执着地去寻找这些预言？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疯狂寻找规律的机器。我们会在天上的云朵里看见人脸，会在那些毫不相干的星星之间硬生生地连出一个又一个的星座，会在两件根本没有关联的事情之间替它脑补出因果的关系。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在心理学上叫做空想性错视，它曾经是我们祖先赖以生存的本能。因为在那个危机四伏的远古时代，把草丛里的一点风吹草动错认成一头埋伏的猛兽，总比真的被吃掉要来得安全得多。可是到了今天，这种深植在基因里的本能却反过来让我们变成了最容易被预言所欺骗的一群人。而当一场巨大的悲剧发生了之后，这种倾向会变得更加的强烈。我们会忍不住回过头去，拼了命的翻找，想要在过去的蛛丝马迹里找到那个早就注定好的预兆，仿佛只要能找到它，这一切的随机与残酷就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于是一张本来平平无奇的卡通截图就这样被我们自己的大脑硬生生地赋予了神谕一般的意义。还记得影片一开头那个世界杯的假预言吗？那就是最好的例子。画面是真的，但预言却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而这样的事情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甚至就在2026年都还有人谣传说辛普森预言了某一艘游轮上的病毒爆发，结果经过查核之后才发现，那一集演的根本就是另外一回完全不相干的恶作剧。同样的道理，那些说辛普森预言了法国圣母院大火的截图，其实全都是后置合成动过手脚的假图。而那一段川普搭乘金色手扶梯的画面，更是在现实事件发生了之后才被人刻意画出来的。你看，一半靠着造假，一半靠着我们大脑天生的错觉，这才是绝大多数所谓神准预言真正的来源。这样的假预言其实层出不穷。有人说辛普森预言了某一家大型银行的倒闭，有人说他预言了某一座大桥的断裂，甚至还有人说他预言了各式各样的天灾与人祸。可是只要你愿意花上一点点时间稍微去查证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截图几乎全都是被人动过手脚的赝品。说到底，我们实在是太渴望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存在着某一种先知一般的存在了。那么难道就真的没有更玄一点的解释了吗？当然是有的，而这正是寓世编程这一套理论最诱人也最令人着迷的地方。相信这套说法的人认为，政府或者是某一些藏在幕后的神秘势力会刻意的透过电影、卡通还有音乐，把那些未来即将发生的大事用一种隐晦的符号提前埋进大众文化里，好让我们在潜意识里先做好心理准备，等到事情真的发生的那一天，就不至于太过恐慌与抗拒。而辛普森就因为他那惊人的命中率，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一套阴谋论最爱引用的头号证据。甚至还有心理学家非常严肃地提出，在某一些特定的条件之下，人类确实有可能拥有一种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直觉，一种能够隐隐约约感知到未来的能力。当然，
这些说法至今都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拿出真正过得了关的科学证据。这一套理论听起来确实非常的诱人，因为它替我们解答了那个最深的恐惧，那就是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可是越是诱人的解释，我们就越是需要保持一分清醒，因为把一切都推给一个神秘的幕后黑手，其实是一种最省力却也最危险的思考方式。而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位总监制自己的回答。当他被问到你们该不会其实是来自未来的人吧，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只需要说中6件事，就足以被大家当成一位先知了。至于我们到底是不是从未来来的，这一点嘛，我就留给你自己去决定吧。你听出来了吗？连创作者自己都在尽情享受着这种被当成神谕的乐趣。而他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渴望相信辛普森能够预言未来，或许只是因为当现实变得如此随机，如此失控的时候，这一种预言能够稍稍地满足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意义的那一份渴望。他甚至还透露过一个小秘密，原来辛普森的每一集其实都是在正式播出的整整1年以前就已经制作完成的了。所以这些编剧们养成了一种特别的习惯，一种总是要比现实多想上那么1年的思考方式。而就是这超前现实的短短1年，才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整个时代的最前面。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忍不住想问，那么辛普森到底还有哪些预言是我们现在还屏着呼吸，等着看它到底会不会成真的？这才是真正让人夜不能寐的部分。首先是那个关于总统的预言的下半场。别忘了，在那一集著名的卡通里，丽莎当上总统的那一年设定的正是2030年，而她的前任就是川普。这意味着一位女性总统很有可能会在2028年的那一场大选之后诞生。除此之外，早在2015年，辛普森就做过一支短片，预言川普会在2016年、2020年、2024年以及2028年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参选。而到目前为止，前面的3次全都已经一一应验了。那么2028年的那一次呢？我们正拭目以待。甚至还有一集万圣节的特辑里出现了川普的女儿在2028年竞选的徽章。这些关于未来政坛的伏笔，直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有揭晓。你不觉得这种眼睁睁看着现实一步一步照着剧本走下去的感觉，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吗？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一个又一个孤立的巧合，而是一整条环环相扣的时间线，仿佛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把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剧本一页一页的都写好了，然后我们只是照着上面的台词一句一句的念了出来。接着是关于科技与末日的预言。辛普森不止一次演过机器人取代了所有人类的工作，而到最后甚至反过来掀起了一场对人类的血腥反叛。在一个生成式人工智慧已经开始猛烈冲击各行各业的今天，这个画面是不是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太过真实了？他们还演过人在死了之后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里，变成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数位分身，而那些有钱的富人甚至可以靠着这种方式一再的重生。而在现实中，已经有乐团正式宣布要用数位虚拟替身的方式，让那些早已过世的成员在舞台上继续开演唱会。他们甚至还预言过，在未来的世界里，只有极少数的权贵阶级才有办法住进海底的豪宅，而让广大群众深深上瘾的，会是那一种让人彻底分不清虚拟与现实的沉浸式技术。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都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更加遥远的还有火星殖民。在辛普森的世界里，丽莎和妈妈会在2051年前后抵达火星，而在现实中，那位大名鼎鼎的科技狂人正计划着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把上百万人送上这一颗红色的星球。当然，也有生物学家出来泼冷水，说火星的环境实在太过严酷，人类想要在上面生儿育女，
好好的活下去，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甚至还可能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这些预言有的还要再等上几年，有的甚至还要再等上几十年才能够真正见分晓。可是辛普森却早就已经把剧本悄悄地摆在了那里，就等着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进去。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还没有成真的预言几乎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科技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掌控的未来。而辛普森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预言者，一次又一次地对着我们大喊：小心啊，前面有路，但也有悬崖。好了，倒数完了这10个，又看完了这一大堆都还没有成真的伏笔，我想是时候回到那一个最核心也最颠覆的问题了。辛普森家庭真的在操控未来吗？我的答案是不。而这一个不字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个真相，恰恰比操控未来这4个字还要更加的让人不寒而栗。真相是，辛普森家庭它从来就不是一颗能够看见未来的水晶球，它是一面镜子，一面把我们照得无比清楚却也无比刻薄的镜子。这一部卡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说中未来，并不是因为它预知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把人性看得实在太透彻了。他懂得那些大公司永远都贪得无厌，所以他说中了并购。他懂得权力永远都渴望掌控一切，所以他说中了监控。他懂得人类永远都会为了政治而癫狂，为了瘟疫而恐慌，为了欲望而彼此撕咬，自相残杀，所以他才说中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他把人类这一台机器运行的底层逻辑看得一清二楚，而只要你把人性看得足够透彻，你就会赫然发现，所谓的未来其实一点都不随机，历史真的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遍又一遍的重演它自己。这才是那一个彻底颠覆认知的第一名。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可怕的从来就不是一部卡通拥有了预知未来的魔力，真正可怕的是我们的未来竟然如此地可以被预测。我们总是自以为每一个明天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自由，可是辛普森却用了超过35年，超过800集的篇幅，一次又一次的温柔却又残忍地嘲笑着我们。他告诉我们，人类啊，你们不过就是在同样的一套剧本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贪婪，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愚蠢，也重复着同样的那些错误罢了。所谓的预言，说穿了，不过就是把我们早就亲手写好，却始终不愿意承认的那一份剧本提前念了出来而已。想通了这一点，你或许就再也不会用一种怪力乱神的眼光去看待辛普森了。他不是什么来自未来的神秘使者，他只是一个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更清醒也更诚实的旁观者。他看穿了我们，却依然用一种近乎温柔的方式把这一切化成了笑话讲给我们听。那位灵魂人物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或许我们之所以会如此渴望相信预言，只是因为在这个越来越失控的世界里，我们实在太需要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确定感了。我们宁愿去相信有一部卡通早就已经替我们写好了结局，也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更加冷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未来究竟会长成什么模样，其实根本就掌握在我们此刻所做出的每一个微小选择的手里。这是一种自由，但同时也是一种沉甸甸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替我们扛起来的责任。